空军1号想必各位都有所耳闻，但海军陆战队1号，你们知道是什么吗？8月20号，美国总统拜登在奥黑尔国际机场登上了希科斯基制造的 VH-92A， 这也是拜登总统任内首次登上海军陆战队1号。作为美国总统的最新专机，这架价值12亿美元的直升机到底有什么特殊之处？今天我们和各位一起来聊一聊。海军陆战队1号是一个象征性的无线电呼号。当美国总统在任何一架直升机上使用时，这个呼号专门用于美国总统的直升机运输服务，由美国海军陆战队运营。实际上，任何搭载总统的直升机都可以被称为海军陆战队1号，但是这个呼号常与特定的直升机型号和任务联系在一起。虽然美军早在1940年就开始装备直升机了，但那时候的直升机安全堪忧，特勤局是禁止总统等政要乘坐直升机出行。不过，随着冷战的爆发，总统可能面临着需要随时紧急撤离的场景，而空军1号只能在飞机场等候，这就需要有一架总统专属的直升机。1957年7月12号，在一次代号为警戒出行的航行中，艾森豪威尔成为美国首位搭乘直升机出航的总统。他乘坐的直升机是贝尔在1947年开发的 H-13J， 它在当时以极高的安全性而闻名。很快，直升机就成为了总统出行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无论是为了安全还是总统的面子，美国都需要一架类似空军1号的总统专座。当时，美国陆军、空军、海军陆战队均装备了直升机，但空军装备的都是小型直升机，难以满足总统的办公需求。所以，最终美国总统拥有了陆军1号和海军陆战队1号2架直升机。但1976年，总统专用直升机转交由海军陆战队运营，所以最后只剩下了海军陆战队1号。目前，拜登乘坐的海军陆战队1号是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生产的 VH-92A 爱国者。VH-92A 的原型呢是希科斯基的军民两用直升机 H-92。由于这架新生的总统座机大多数数据都处于保密阶段，而且没有内部图片，因此下文我们会以 H-92的情况和以前海军陆战队1号来推测 VH-92。希科斯基 H-92直升机是由美国希科斯基飞机公司精心打造的一种多用途中型直升机，从1998年首飞至今，凭借其卓越性能和先进技术，在全球范围内赢得了极高声誉。H-92直升机配备2台 GE CT-78A 涡轮轴发动机，以及一个高压加油系统和双重防撞燃油电池，每个容量达到1440升。其旋翼和驱动系统采用4叶全铰接式主旋翼设计，配合旋翼刹车系统，确保了飞行的稳定性与安全性。旋翼刹车系统是直升机停机时用于对旋翼和尾桨进行制动的整套装置。这种系统对于在强风环境下或在狭小空间中启动直升机时尤为重要，因为它可以在发动机启动时保持旋翼静止，从而降低旋翼挥舞造成的风险。在强风环境下，如果旋翼在低转速时受到阵风的影响，可能会导致桨叶损坏或者机身干涉。使用旋翼刹车启动可以减少旋翼在低转速下的挥舞，从而降低启动风险。此外，这种启动方式还可以在舰面或者机库等空间受限的环境中使用，以及在发动机需要进行维护时使用。这使得配备了该功能的 H-92能够适配更多的应用场景。旋翼刹车启动系统的工作分为2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刹车发动机启动阶段，此时旋翼被刹车装置制动，发动机按照预设的控制程序启动，并且加速到稳定状态。第二阶段是松刹车旋翼加速阶段，发动机已经成功启动并且稳定运转后，松开旋翼刹车，旋翼在发动机扭矩作用下快速加速到慢车额定转速，类似于赛车中的挠胎起步。电气系统方面， H-92装备了2个6075 kVA 3相发电机，一个 APU 驱动的3035 kVA 3相发电机，以及多个变压器和电池，用于在极端情况下保持飞机所需要运行的最低电力。
机体结构上 H-92 广泛使用了复合材料，不仅减轻了重量，还显著提高了耐腐蚀性和抗破裂能力。其机体寿命达到了3万飞行小时，是希科斯基传统机体寿命的6倍。此外 ，H-92 的燃油系统设计独具匠心，机身两侧的巨大流线型浮筒式燃油箱舱，每个容量为1134升。加上辅助燃油箱，显著增强了直升机的搜索救援范围和飞行时间。性能方面 ，H-92 直升机的最大巡航速度可达280公里每小时，航程可达880公里。同时，作为军用版本 ，H-92 的抗弹性能得到显著提升，配备了自动封闭油箱和装甲防护，以及红外抑制和薄条夜光弹系统等自我防护系统，满足现代战争的需求。此外，该型号还采用了军用级布线总线和航电系统，可以根据每个用户的需求进行升级。而 VH-92A 作为美国总统专机队下的下一代直升机，基于 H-92 直升机开发，经过特定的定制和升级，以满足总统运输任务的高标准。比如，其在具有面对核爆炸时所需要的 EMP 抗性，虽然没有具体的数据放出，但分析人士通过照片分析，其体积是要比 H-92 更大。机舱内至少可以容纳16名成员，包括总统和第一夫人、2名随行人员、负责保护的2名特勤局特工，以及一个可以泡澡的浴室。在起飞后，海军陆战队1号通常和至少2架相同的直升机一同飞行。一架直升机载着总统，而其他直升机则充当诱饵。起飞后，这些直升机会变换编队，以掩盖总统的位置，这被称为总统空壳游戏。在飞机降落时，无论降落地点在哪里，都会有1名海军陆战队士兵负责接机，并且向总统敬礼。虽然不知道为什么只有1名，大兵也并没有查到这条习惯的出处，知道的观众可以在评论区补充。VH-92的开发是始于奥巴马时期。2003年，奥巴马总统决定替换掉由黑鹰直升机改装的 VH-60N， 也就是 VXX 计划。该计划包含了多项招标和采购，专用于替换总统专用直升机。当时，希科斯基和奥古斯塔·韦斯特兰参与了 VXX 的招标。但最初中标的并不是希科斯基的 H-92，而是洛克希德马丁和奥韦联合研制的 AW101。之后 VXX 改装版型号为 VH-71。一开始，双方在合同中约定了以61亿美元的价格购买28架 VH-71。然而，由于飞机在设计时采用了一些不成熟的技术，导致后续其成本急速上升，在2007年增加了24亿。2008年，28架飞机的总成本达到112亿，每架直升机造价高达4亿美元，是最先进5代机 F-22的2倍。2009年，预算将超过130亿美元。最终，时任总统的奥巴马不得不在公开场合表示对 VH-71的失望。他在一次白宫会议上说：“采购过程失控了，我们将不得不解决它。现在拥有的直升机对我来说似乎完全足够了。”因此，在2009年6月1号 ，VH-71的生产计划被取消了。当时已经生产出来的9架，后来以1.64亿的价格卖给了加拿大，当作救援直升机备件。VH-71计划告吹，但总统的直升机还是要换的。VXX 竞赛于2010年重新启动，这次希科斯基成功胜选，并在2014年5月获得了12亿美元的开发合同。2018年，海军陆战队预计 VH-92将在2022年底之前完全取代其 VH-3D 和 VH-60N。2022年4月，海军陆战队宣布了 VH-92的初始作战能力，但随后它又被爆出其任务通信系统存在某种问题，导致其正式服役时间又被拖延了。直到2024年8月20号 ，VH-92才被正式批准用于总统空运任务。目前，希科斯基已经交付了合同中约定的所有的 VH-92直升机，总共是23架，包括2架测试用。根据美国海军的说法，这一数量足以确保飞机随时准备就绪，一边执行总统的飞行任务，一边进行维护、升级的轮换周期，同时还能进行飞行员和机组人员的培训。项目执行官戴维准将表示，
这支团队在预算和时间表内完成了 VH-92A 的计划。这架直升机不仅体现了建造和交付飞机的人们的辛勤工作和奉献精神，而且它将继续成为全球公认的爱国资产，以安全性和可靠性而闻名。VH-92机队由海军陆战队直升机第1中队运营，该中队简称为 HMX-1。它目前拥有10架 VH-3D 和6架 VH-60N 飞机，以及9架最新的 VH-92。未来所有的老直升机都将被 VH-92替代。其实HMX-1一开始并不是专为总统而服务的。1946年，时任太平洋舰队海军陆战队的司令罗伊·盖格将军观察了比基尼环礁的原子弹实验，并且立刻认识到，由于部队、舰船和物资在滩头的密集集中，原子弹可以使2栖登陆变得困难。于是他召集了一个特别委员会，建议海军陆战队开发运输直升机，以便对敌人海岸进行更分散的攻击，并且成立了一个实验性直升机中队。这个实验性的直升机中队就是 HMX-1。之后，根据实验结果，海军陆战队学校发布了2栖作战直升机使用，这是美军第一本讲述如何利用直升机进行机动作战的教科书，强调了海军陆战队员应该使用垂直包围战术，而不是传统的空中机动或者空中突袭战术。1957年，艾森豪威尔总统在罗德岛新港度假时爆发了小石城事件，这里我们就不细聊了，知道的观众可以帮大兵补充到评论区。总之，当时艾森豪威尔是10万火急，他需要立刻返回白宫，但如果乘坐空军1号的话，需要先乘坐1个小时的渡轮，穿越纳拉甘希特湾，到达 Crescent Point海军航空站的空军1号，然后再飞45分钟到达马里兰州的空军基地，最后再坐20分钟的汽车才能到白宫。这对于在热锅上的总统来说是不可接受的。艾森豪威尔命令幕僚找到更快回到白宫的方法，恰好 HMX-1的一架 UH-34就在不远处。艾森豪威尔立刻决定搭乘它前往空军1号，结果表明他的决策是正确的。UH-34仅用了6分钟就将艾森豪威尔送到了空军1号所在的机场。有了一个好的开端，剩下的就是顺水推舟了。当时接送艾森豪威尔的 UH-34的驾驶员当了3年艾森豪威尔的专属直升机司机，而没有作战任务的 HMX-1也成为了接送总统的专用机队。目前 HMX-1不仅负责接送总统，还负责直升机运送副总统、其他国家元首、国防部官员以及其他由海军陆战队和白宫军事办公室指定的要员。好了，本期视频到此结束，欢迎各位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我是大兵，我们下期再见。